男嘉宾小曹，24岁，来自山东待业；女嘉宾小新，23岁，同样来自山东，是一名前台。来，有请两位，有请。24岁，是吓我一跳，因为小片里他说了一句话：“我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多大的浪潮。”恋爱多久了？我俩认识将近2年了吧？怎么认识的？当初就是我俩在一个就是网吧玩游戏嘛，他坐我旁边，感觉这个小姑娘挺不错的嘛。然后感觉挺不错什么呀？感觉挺不错的，感觉挺不错的。至于天天在家待着，什么都不做，什么都要我给你考虑，边猜你还打我，你那叫挺不错的吗？动手打的那个确实，这点我已经也向他认过错了，因为那天我过生日的时候嘛，然后跟朋友他们一起出去喝酒他在酒桌上就差点跟我翻脸。然后跟我翻脸之后，那你也不能打他呀。他拔着就走然后把我们几个朋友跟我一起就扔在那儿了。扔那儿呗。扔那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他们都说吧哈，他说你回家吧，你女朋友生气了，过生日这么好的一个事儿，生生让她搅黄了。那我为什么不走啊？我待在那儿听你数落吗？那你不能忍忍我吗？再说了，我回家之后喝了点酒，吐了，用拿擦完了抹布往我身上摔吗？你也好意思说？你吐了，我给你收拾。你还在那絮絮叨叨，你明知道在酒桌上我心情就不好了，你回家还在那一直说我就没有脾气吗？再说我把抹布刷你身上，你就可以打我了吗？是，那我那天喝了点酒，借着酒劲上头，我冲动了，就打了一下。你还想打几下啊？不是，我是说打一下还不够吗？那我后来不也认错了吗？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有用吗？我问问啊，看这个资料上面，男生在待业是吧？对。女生说她天天在家里打游戏是吗？是。我相信在生日上面，一个生日过成这样，你心里也不舒服，对吧？女生心里肯定也不开心，但是这些事情一定是日积月累堆积在一起的，对不对？对。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啊？他在家什么都不做，什么都要我给他考虑。当初喜欢他也觉得他挺上进的但是现在跟以前差距太大了，然后本来也有点接受不大了，然后家里父母也催着结婚，我觉得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怎么了你？人生碰到了什么大起大落了？我听这姑娘说好像变了一个人嘛，以前挺好，现在不行嘛，怎么回事？当初我俩认识那会儿嘛，认识之后也是刚认识我就没上班。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也是听了他的建议嘛，就是自己就是管亲戚朋友借了点钱，也把车什么都卖了，凑了点钱之后，在我们那里就是开了一个小型的烟酒店嘛，也是想着挣点钱，为了我们2个以后有个好的生活嘛。但是结果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就一直赔，把店对住之后，我就感觉挺失落的嘛。可她作为我的女朋友呢，她一句安慰我的话没有，天天在家还说我。还说我没安慰你，你生意失败，你在家心情不好，甚至一天只吃1顿饭，我不心疼你吗？我没有搬过去照顾你，天天关心你的衣食起居，我还要上班，早起给你做饭，晚上回来还要给你做饭，收拾家。你呢，天天就在家玩游戏，那你用那闲时间你收拾一下家行吗？我对你期望真那么高吗？那我那时候心情不也是挺低落的吗？那有时候我连饭我都不想吃，是不是？那我真的天天我都那时候确实挺伤心的吧。那时候也是啥也没干，他就天天在家，一回家就开始说我，最后他都说我是个窝囊废。我就对于你说过吗？说过，他在家什么都不做，然后也不上班，一点都不上进，真窝囊吗？窝囊，心里肯定觉得特窝囊。干一买卖黄了，女朋友还这么说我，多窝囊是吧？是，毕竟那时候也是抱着挣钱。你现在不工作多久了？不工作得有将近不到1年嘛。那你靠什么生活呢？有时候也是花了他的钱。等于他养着你。对，就因为这点事，他天天就说我这点事儿。对。这是一点事儿吗？我当初刚回来的时候，我有钱，啥都给你花，给你买这买那的，带你出去玩，出去各场旅游，全花了我的钱，我也没有你花1分钱呢，是吧？是，当初你对我确实挺好，可是现在呢，你不上班也就罢了，你天天在家玩游戏也就罢了，哪怕是我跟领导闹别扭，我辞职，你安慰我一下也好啊。你也辞职了？
为什么呀？之前那会儿在单位跟领导闹了点别扭，就是生病了嘛，然后请病假。之前那会儿店里比较忙，然后我们领导就不准假。后来我妈都从家过来了，直接把我接走了，然后就旷工了。旷工之后，他当时说，就那1个月工资就不给我了，当时就吵起来了，然后就辞职了。对于未来你们有什么打算吗？我本身打算刚开始我跟他说，我说过完年我接着回内蒙古跟着我伯伯接着干去。可是他死活不让我去。不是，你去内蒙干嘛呀？因为我之前我俩没认识之前嘛，我就是跟着我伯伯在内蒙古那个干了酒水生意。打算是要再跟你伯伯回内蒙去做酒水生意，是吗？对。他就是想逃避这段感情，为什么早不回去，偏偏再有矛盾了要回内蒙古了？那我还不是你天天说我不工作吗？好不容易我想安稳找回公司上班了，可是你死活不让我去。那你为什么就不能留在山东找个地儿上班呢？那你说吧，在这边甚至工作简历我都给你写好了，都给你复印出来了，给你找的工作陪你去面试，这个你也不想做，那个你也不想做。为啥我想去内蒙古呢？我不是寻思我去内蒙古好赚点钱然后再回来吗？你以为我愿意去啊？内蒙古离家这么远，我也不想去，是不是？之所以去就是为了回来好手里有点钱，然后结婚吗？口口声声为了我，过年的时候我爸妈来咱这边，咱一起下去吃饭，我爸妈提起结婚的事儿，你是什么态度呀？当时那种情况你让我怎么说？第一个我没有固定的工作，我也没有收入，我怎么跟爸妈说结婚呢？我难道就空嘴说吗？我说我能给你姑娘一个好的生活，一个幸福的家，我都不信，你何况让他们呢？对不对？你就是嘴上说一套，实际行动一套，你心里有考虑过我吗？你想娶人家姑娘吗？想。什么时候娶？不是说什么时候就娶吧，就是我有能力养活她，我就立马就娶她。你啥时候有能力养活她？我找完工作有稳定收入之后，那你什么时候找工作呀？原来姑娘是来逼婚的。要这么长时间感情，也不是说放下就放下。你们有多长时间呀？2年多，毕竟之前也没怎么谈恋爱嘛。谁要来这个节目的？我要来的。来这节目干嘛？我想跟他说明白一些事儿，然后让他自己考虑一下。说明白什么事儿？要不然留在山东工作娶你，要不然他去内蒙，在内蒙古再做生意的话，你就跟他分手，是这意思吗？对。你是在逼他要选择工作方向和你要让他逼一个选择，是不是？差不多吧。我不是说我非得去内蒙古，我之所以选择我跟他说我想去内蒙古，是因为内蒙古那边毕竟跟我伯伯弟家亲戚嘛，然后你毕竟干了活也不算太累，你挣的钱还有点多，我不是多想挣点钱吗？我也想早点结婚，难道我不想结婚了吗？没有钱我拿什么结婚，拿什么养活家呀？我就是想找个安稳的工作吧，那个稳定的收入。你那是想找个安稳的工作吗？天天在家研究彩票，你那叫工作吗？这是你所谓的工作吗？那我就那一段时间，那是生意刚失败的时候，是不是？我心情非常低落，那我就在家研究彩票，也没多长时间。哎，这个心情低落为什么研究彩票？因为那时候感觉让他自己一个人上班嘛，挺累的，我就寻思我研究彩票，万一能中奖呢，能让他少上点班，让他轻快点。然后我也没抱着别的目的去，我就想让他轻快点。那你让他轻快，你去工作呗。那我也是去了，可是找了工作也是跟我之前的工作落差有点大，我就你就是高不成低不就。你还想跟他好吗？感觉有点迷茫，然后主要是说实话，想不想跟人好？我想再观察一段时间。观察啥呀？都观察了1年多了，在家里面吃你的喝你的，你养着还打你。主要是看一下以后怎么样嘛。以后咋样啊？以后人家想去内蒙古发展一番大事业回来娶你，你不让人去，你想咋地呀？我想让他轻松点儿，我不干活，躺在家里买彩票。我娶你，什么时候我能养活你？什么时候能养活呀？我哪知道什么时候能养活呀？为什么一定要跟着伯伯去做生意呢？那不是人熟轻松好挣钱吗？这叫什么呀？好了，各位老师，看看这段情感应该怎么办？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孩
干什么事儿都想找捷径。跟伯伯那边是有人罩着，是吧？到这儿自己单独闯的话，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吧？确实是。失败了就一蹶不振，找不着工作，还妄图想以抽奖的方式能中彩票，是说你买了然后你就撞大运呗？而且不光你在撞大运，这女孩也在撞大运。也想，哎呀，如果他要能找份工作，我们就能结婚了，他就能对我好了，是那么回事吗？因为家里父母也催着结婚嘛。你结婚是为父母吗？还是为自己的幸福啊？一个是为自己幸福，但是如果父母不支持这段婚姻，那也幸福不到哪。父母为什么要支持你的婚姻？家里就一个孩子嘛，毕竟父母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幸福。对，好，这就是父母支持你结婚的原因。但是跟他可能会有他们要的幸福吗？当初的时候他对我也挺好的。现在？那就是现在有点跟之前差距太大了，然后。为什么呢？我觉得男孩，第一，结婚的前提一定自己要独立。结婚的前提是说你一定爱这个女人，今后会爱你们的家，你要对你的家有贡献。请问？你现在你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吗？你能够自己生存吗？我现在是没有那个经济来源，但我以后会努力找工作。好，你现在没有是吧？是。你在做什么呢？你努力去找吗？你除了买彩票，你还在干什么？我也是去找了，但是工作也没有合适的。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合适的？最关键的，你爱这个女孩吗？爱。拿什么说明你爱这个女孩？丝毫看不到，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女孩在死白咧的让你找份工作就能结婚了。我觉得你们俩不是在谈恋爱啊，你就是现在能在她那得到一些生活上的帮助，然后就依附在她身上，根本就没有心思去找工作。今后你们在一起有了一份工作，你还挑三拣四的，必须要轻省的，还要挣钱多的，好事都让你担了，可能吗？所以我真不建议你们马上就要谈婚论嫁，甚至于不建议你们现在继续谈下去。至少你先有份稳定的工作，甭管是去找伯伯还是在当地靠自己先学会生存，然后再谈生活。如果真正爱他，你看这样，他希望你去找工作，然后结果你在家里整天就在好吃懒做的，荒废你的青春。你不光耽误自己，你也耽误他。先去找份工作，好吗？好的。独立起来。而女孩结婚真不是说这个男人跟我生活在一起，他有份工作就可以了，是因为家里人让我早点结婚，就是要可以跟他在一起了。要擦亮你的眼睛，这个男人真的是否爱你，是否有责任感？如果爱你不会打你，如果有责任感他不会没有收入，明白吗？冷静好好想想吧。至少现在我不觉得你们应该从转门里出来，对不对？好，谢谢曲总。是这个女孩来要求我们这个爱情保卫战的是吧？是。那所以从你的角度来讲，从你的内心的真实的感受来讲，你希望是能够延续这份感情的，希望它变好，对吧？但事实是，我从这个男孩的身上，这小伙子身上看到的只是好逸恶劳、坐享其成和好高骛远。你没有一个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担当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失败这事儿，每个人都承受过失败的经历。像我儿子今年3岁多，他知道爬一个东西，爬上去摔下来之后，他都告诉我 never give up， 永远不要放弃。这是一个人的个人信念的问题，并不是说你失败了之后我要坐享其成的去靠买彩票，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事儿。不管你们俩能不能在一起，我觉得你身上肯定是有问题的，肯定是要改变的。姑娘，你觉得他能改变吗？我觉得照现在应该是改不了。那其实你对他已经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了，然后你来这儿的目的只是想把它明确一下。而且你别忘了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是在网吧里面玩认识的。作为一个玩认识的，那这个玩是你们俩一个共同兴趣，所以可能一开始你们能玩到一块儿去，可能在后面的生活当中遇到各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慢慢浮现上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你认真的考虑一下，我比较同意曲老师的看法，真的。好，谢谢。都要慎重对这段感情。伸手就打女朋友，这是无情吧？伯父对你有恩，你说走就走，这是无义吧？在家玩彩票打游戏，这叫不求上进吧？还有现在不行了，又回去找伯伯，这叫没脸没皮吧？我看这台本上说伯伯很生气，说打招呼都没打就说不回去了。人家是因为亲戚才带着你，如果不是因为亲戚要你干嘛呀？你说这种男人还值得你爱什么呢？找一个男人就是要看最关键的时候，现在是他事业最低谷的时候，你们俩的相识是在他春风得意之时，你们现在你要求他留下是他饥寒交迫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男人，第一他没有脸去找他伯，你说不干就不干，生意也不管，现在又好好的回去找别人，说明这种男人是没有志气的。他但凡是有一点志气，在山东本地因为爱情的力量，因为跟你在一起，他也得好好的找份工作，但他爬不起来，他现在就想跑想逃，说白了他现在钱没了，你也不想要了，就想溜回去了，你明不明白？人家就没把你当回事儿。所以你对于他的这份所谓的不嫌弃也好，不离不弃也好，人家并不懂得珍惜，更不能幻化为斗争的力量，明白吗？我知道人与人之间相处总是会有感情的，舍不得这也很正常。但是第一，这种人有什么好舍不舍的？第二，你年纪也不大，23嘛，你急什么呢？山东好小伙子没有吗？找一个男人，不管他是不是经济上好或者是不好，最关键他在乎你。他如果在乎你，就愿意去好好工作，给彼此一个规划一个好好的将来。就这样一个没有志气又没有这种奋斗精神的人，你留他干嘛呢？是不是？今天走了就别回来了啊！我觉得现在最重点的不是你们俩的情感问题，请你思考，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你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请你也思考，你怎么做一个男人？你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你们想清楚之后才说，不一定在这个节目里来做选择，这是一种不负责任，或者叫冲动。心平静气的想一想，因为你们今天讨论的是结婚，那这2个字就很重了。对，慢慢来，都别着急。最后提醒女生一点，谁不会遇到困难呢？遇到困难的时候，请大家多给一些鼓励，少给一些挖苦。你可以激励他，但是不要挖苦他。什么窝囊废之类的，多伤人呢。也给电视机前正遭遇像他这种经历的那些朋友说，生活中谁不碰点难啊？挺起腰板嘛，再来一次，仅此而已。是，别投机了，感情的事先放一放吧。你们先考虑怎么好好的做一个成熟的人，和要一份你们想要的生活。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以后会好好努力找个安稳的工作，然后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然后请你原谅我，以后我会努力改正的，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了，你总是说一套做一套，我也不知道这次该不该相信你。请你再相信我最后一次，我一定会改，我会努力改正的，不管是将来怎么样，但是我会一直对你好，我会一直爱你，请你给我这机会，我会努力改正的。我想再考虑一下。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时间到啊，谢谢2位，请回，谢谢你们，请回，请回，请回。就是这么一对小情侣，打打闹闹，来请关门。生活上又遇到了一些小的波折，其实对他们来说，生活才刚刚开始。
他们这一对情侣的遭遇倒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的一个小小的哲理。平常你觉得他好都不重要，遇事儿的时候这人好还是坏，那就一眼看得清清楚楚。如果说他们能够通过今天节目成熟的话，我想他们的最好选择应该是都不出来。因为对于这个节目来说的结果，只是在节目中此时此刻此地的一种结果，它并不代表生活里的一种结果。如果他们这个时候能够冷静下来，或许也算是一种成长。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谁还记得是谁伸手永远都还有遇见的一句话是我们你有什么跟姑娘说的吗？我感觉我以前做的确实很不对，也感觉挺对不起她的。我就希望她吧以后能找到属于自己幸福，在这里祝福她。祝你幸福。是，谢谢。